什么？查理·科克被人暗害了？董王同志啊，那叫一个伤心啊！连几位前总统啊都排着队的出来发声明。哎呦喂，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待遇啊？这得是多大的人物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个刚发生在美国那边炸了锅的大新闻。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就跟往一个已经快要爆炸的火药桶里啊，又扔进去一根点燃的炮仗一样，砰的一声，全乱套了。昨天啊，你要是打开这个美国的电视、报纸、网站，那铺天盖地全是一个事儿：一个叫查理·科克的哥们儿被人暗害了，才31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年华，说没就没了。那这个事儿一出啊，整个美国上上下下都惊了呀。董王那叫一个伤心啊！社交媒体上连发了好几条，说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是我的好兄弟没了。那不仅如此啊，这个老川啊，他还下了个命令，说所有联邦机构都得给我降半旗，给他致哀。不光是特朗普啊，你再看那几位前总统，什么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4个人也是排着队的出来发声明啊，都说哎呀，我们很难过呀，我们谴责暴力啊。但是呢，话说的是特别有水平啊，光说这个暴力不对，对于这个小伙子天天喊的那些话，一个字不提。这个阵仗搞得咱们这些大洋彼岸的吃瓜群众都懵了，这个查理·科克到底是谁啊？怎么之前都没有怎么听说过，突然之间就成了能让美国政坛抖三抖的人物了？这简单来说啊，一句话概括，这也就是特朗普手下最猛的一个铁粉头子，一个在年轻人里头非常有号召力的网红大 V， 结果呢，让一个神秘的高手给一枪解决了。当时啊，这个哥们儿正在犹他州一个大学里面跟人辩论呢，这底下坐着3000多人，这个枪手呢，在大概180米开外的一栋楼顶上，这个距离啊，他是不远不近，但是绝对是需要专业训练的，就开了一枪啊，正中要害，然后人立马就消失了，跟个幽灵似的。那这个事儿啊，咱们得从头好好盘盘。时间回到这个案发那天，地点呢，犹他山谷大学。科克呢正在搞他的一个全国巡回活动，叫什么美国复兴之旅。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跑到全美的各个大学里面去踢馆，去跟那些思想偏左的大学生和教授们当面锣当面鼓的干仗。那个现场叫一个热闹啊，台下是坐了3000多个支持他的粉丝，那场子外面呢也有100来号人举着牌子抗议他。他不是演讲就是辩论，台下谁有问题啊，直接就站起来问，什么堕胎呀、枪支呀、同性恋呀、巴勒斯坦呀、乌克兰战争啊，什么话题敏感来什么。这个科克的立场那叫一个鲜明啊，说白了就一句话，特朗普说的都对。他就是特朗普在年轻人群体里的一个大喇叭，一个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当时啊，这个辩论已经进行了20来分钟了，正好有人站起来提了一个关于变性人和枪支暴力的问题。这个科克刚拿起话筒，正准备开喷呢。哎呦，说到枪啊，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讽刺。科克这个哥们儿啊，一辈子都在鼓吹持枪自由，他天天在这个网上发文说禁枪那是剥夺我们美国人的自由，枪不会害人，人才会害人，只要好人手里都有枪，坏人就不敢乱来。大家可千万别上了那帮禁枪派的当。这结果呢，他的这个话音啊还没落利索呢，就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现场好多人啊都没反应过来，说哎，这是谁放的彩带礼炮啊？搞什么气氛呢？话音刚落啊，就看见台上的科克捂着自己的脖子，身子一晃，直挺挺就倒下了。这一下全场都炸了，尖叫声四起啊！3000多人乱成一锅粥。胆小呢，直接趴在这个桌子底下；反应快呢，就拔腿往外跑。那场面啊，跟这个电影里的世界末日差不多呀。后来这个美国的刑侦专家在这个电视上分析说，这一枪啊太准了啊！这个枪手本来瞄着他的脑袋去的，但是这个子弹呢飞了180米，有个微小的下坠弧度，最后啪的一下正好打在了颈动脉上，神仙也救不活了。这人还没送到医院呢，在救护车上就去见了上帝。哎，你说这个事儿巧不巧啊？一个天天鼓吹枪杆子里面出自由的网红，最后呢在枪杆子底下没了。这个剧本连好莱坞的编剧都写不出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查理·科克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他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他的这个死又为什么能让这个美国社会跟这个地震了似的？
这个哥们儿是个90后，1993年生的，在芝加哥郊区长大的，家里面那个条件那叫一个好，用咱们的话说就是个富二代啊。他爹呢是著名的建筑师，据说跟这个特朗普是老朋友。当年这个特朗普盖那个金碧辉煌的特朗普大厦，他爹都参与了设计。那他的老妈是个心理健康顾问，所以你看啊，人家从小就不需要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为了这个什么学区房，为了还贷款发愁，人家有的是时间和资本呀，去追求理想。他高中的时候啊，就迷上了一个美国特别有名的保守派公知，天天听人家的广播啊，跟打了鸡血似的。这2012年啊，这哥们儿高中一毕业，连大学都不上了。当时他已经被贝勒大学给录取了，那也是个不错的学校啊。但是他一挥手啊，说上什么学啊？我要搞政治，我要改变美国。那年啊，他才19岁啊，就创立了一个组织，叫美国转折点。你可能会问啊，这一个19岁的小屁孩哪来的钱搞组织呀？那关键就在于他家有钱呀，他爹的朋友圈有钱呀。最初给他投钱的是一个叫比尔·蒙哥马利的企业家，这个人啊是铁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你看啊，这个味儿一下就对了。美国转折点是干嘛的呢？就一个核心任务啊，进军校园，跟左派抢年轻人。那大家都知道啊，美国那些名牌大学啊，什么哈佛、耶鲁，基本上都是自由派、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他们天天搞的那些什么多元化呀、平等啊、包容啊，还有 LGBTQ 的那些东西啊，在保守派看来啊，那简直就是胡闹啊！苛刻的组织就是要在这些大学里头啊，建立一个保守派的根据地。你推广 LGBT， 我就找人跟你辩论，说这些都是歪门邪道。你要多元包容，我就说这是在搞逆向歧视，对我们白人不公平。他们就这么对着干。2016年呢，这个特朗普出来选总统，那简直是给柯克送来了一股东风啊！他的组织借着特朗普的势头，迅速的发展壮大，成了美国最大的保守派青年组织。在这个特朗普当总统那4年啊，他们在850多个大学和中学都设了分部，他们培训学生，给这个学生发钱，甚至还搞大字报，在这种网上曝光那些他们认为这个思想太左的大学老师，在这个校园里搞的是风生水起啊，吸引了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年轻白人男性。那这个组织多有钱呢？2016年的时候，收到的社会捐款是430万美元，到了去年啊，这个数字就变成了9240万美元，翻了20多倍啊！柯克自己啊，也成了这个组织的化身。他既是老板，又是财务，还是首席演讲家和辩手，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摊子。那他和这个特朗普的关系啊，那更是铁的不能再铁了。他自己吹牛说啊，这个特朗普当总统那会儿啊，他去白宫啊，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去过上百次。他也是特朗普那个海湖庄园的常客，跟这个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那是称兄道弟啊。所以你看，这个特朗普需要柯克帮他在年轻人里头拉选票，尤其是在左派占优势的大学里头给他冲锋陷阵。而共和党的那些大金主们也需要这么一个年轻人来替他们发声啊，培养下一代。这个柯克呢，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好奇，这个柯克天天在这个大学里搞事儿，那现在的美国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身处事件中心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人和这件事儿呢？咱们不能光听这个政客和媒体说啊，我们来看看查理·柯克遇刺后啊，美国大学生的反应。Charlie Kirk got shot and killed. How do you feel? Happy. Goodbye. Wow. Did you see that Charlie Kirk just got shot and killed? That's good. Wow.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shot just off a political view? Good that people are dying in America? Did you see that Charlie Kirk got shot and killed today? Yes, I did.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I don't really have any feelings about it. Who are you? Charlie Kirk got shot and killed today. We're just getting people's opinions.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Girl, someone had to do it. And that's how I feel at this point in time. But You know, I appreciate your honesty. I truly do. So you said someone had to do it. yes. Try not to get all pulled up into that, but he was a misogynist. He was a disgusting person with disgusting beliefs. So if you had a magical wand, a magical button that you could press and keep him from being assassinated, would you press that? No. I think things happen for a purpose. And if that's how
his life was ended, then that's how it was ended. So. Do you know who Charlie Kirk is? Yeah, he's a I'm like, yeah, he's an you know? I wouldn't wish it to anyone, but I don't think he's politically be so correct, you know? We're going to step away from this because you're just trying to... Well, you let him talk. He wants to talk. What are you? I'm not talking to you. I'm talking to him. You know, anyways. I love the right. I love the right. I love all of you guys. Thank you. In my opinion,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flip it and say the other way. But I think the left has just spewed so much hate and brainwashed so many people into doing stupid this. But they're going to flip it and see he was so hateful and he spewed all this hatred. They're almost going to say he deserved it. Yeah, they're going to say he deserved. I've already seen people. That's what I've seen. I've already seen people saying he deserved it. He spews all this hate, and they're going to say because of the hate he spewed, he should have gotten that. It's a sign of, I think, what liberalism has done to U.S. society. It's just led to a complete moral decay and decay of morals and just any semblance of humanity. Like you just degrade people because of your political opinions, but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much else to say on that. It's just the same old thing every time. 好了，视频看完了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咱们接着说回这起暗杀。这科克的死啊，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美国社会到底撕裂到什么程度。它为什么能火，就是因为它足够极端啊。比如说啊，前几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BLM 运动闹得那么凶啊。科克是怎么说的呀？他公开站出来啊，指着那个被警察跪杀的黑人弗洛伊德，说这就是一个人渣。这话一出啊，那些支持 BLM 运动的人啊，肺都快气炸了，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但是呢，这美国的另外一帮人，那些保守派，那些红脖子们啊，一听这话，哎呦喂，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呀，这才是我们自己人，于是就更加疯狂的支持他呀。那现在的美国啊，它就是这样啊，你想出头，想获得关注，你就不能当个和事佬，你就得极端，得把这个话说绝，把这个事儿做绝。那你越极端啊，你的支持者就越爱你，当然了，你的敌人肯定也就越恨你啊。这科克就是在这个极端赛道上的顶尖选手，他对咱们中国那是天天骂呀。这个奥运会咱们的运动员拿了金牌，他都能在这个网上发一通火，说这个中国啊是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那这种极端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从文斗慢慢走向了武斗，大家在这个网上辩论啊，在这个电视上吵架，吵到最后发现啊，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怎么办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那个讨厌的家伙从这个世界上物理消失。哎，你还记得吧？去年这个特朗普自己啊，他也是差点被人给暗害了呀。要不是他演讲的时候啊，有个摇头晃脑的习惯啊，那颗子弹可能就打中他了。你想想，要是特朗普当时真的没了，会发生什么呀？共和党肯定是阵脚大乱啊，而民主党的哈里斯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当上了总统。那到时候啊，这个拜登啊、克林顿啊这些人啊，他肯定也会像今天哀悼科克一样，出来假惺惺的表示一下悲痛，然后严厉谴责一下暴力。他们心里能不高兴吗？当然高兴了。现在这个科克没了，民主党那帮嘴上说着哎呀太惨了，这个心里啊估计早都开香槟庆祝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2028年大选啊，共和党那边少了一个在年轻人里头极具号召力的未来领袖。犹他州的这声枪响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那些政治老油条们这心里啊明的跟镜似的啊，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暗害，这是一次故意的公开的处决。那为什么这么说呀？哎，你想啊，科克这个人他不是总统啊，他也不是州长，也不是议员啊，他没有任何政府提供的安保，他就是一个超级大网红。虽然出门呢也带几个保镖，但那都是防着被人打一拳扔个鸡蛋什么的。以那个枪手的身手啊，他想害科克有的是机会啊，在餐厅、在停车场、在他家门口啊，随时随地都能干掉他。可是他偏不啊，他偏偏要选在有3000多名观众的集会现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给解决了。这是要干啥呀？这就是向所有支持特朗普、支持保守派的 MAGA 群体啊公开宣战。这个枪手他只是一个工具，那他背后的人啊，是想通过这种公开处决的方式啊，把暗害带来的恐惧和威慑效果扩大到极致。这个信号就是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的领袖，我们想什么时候解决就什么时候解决，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啊，就是杀鸡给猴看。那这个科克的事件啊，也说明了美国社会啊，现在已经容不下任何中间地带了。其实你看他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这个反对这个零元购，反对把这个 LGBT 那一套啊在学校里搞得太过火，
反对毒品泛滥，这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其实也挺正常的呀。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极端的煽动对立的人，那最后呢，一个极力鼓吹持枪自由的人啊，却在这个枪下被害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也确实不冤，甚至啊有点黑色幽默。可怜的是啊，这人没了以后，他那漂亮的媳妇儿、年幼的孩子，还有他赚的那些钱啊，不知道最后都便宜了谁。但是吧，他个人的悲剧是小事，这件事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影响，那才是真正的大事。既然有人公开宣战了，那 MAGA 那帮人、那帮红脖子们啊，能忍气吞声吗？肯定不能啊！他们肯定会觉得这是深层政府、邪恶左派对我们的战争。所以啊，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这美国的武斗啊，说不定很快就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甚至走向内战。说真的啊，既然两边的人已经到了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了，那还非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干嘛呢？我看还不如像网上很多人说的那样，干脆就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红脖子美国，一个蓝精英美国，各过各的，谁也别碍着谁，可能对大家都好啊。当然了，这只是咱们聊天啊，但不管怎么说，查理·科克的事件啊，绝对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可能真的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会怎么样呢？咱们谁也说不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